這個盲人正在搭訕美女，可一旁的狗狗好像發現了什麼，直接一個箭步竄了出去。狗狗拖着繩子狂奔，盲人緊追不捨，但狗狗可是軍犬，哪有那麼容易追上？盲人大壯腳下一滑，摔倒在地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狗狗扑倒白衣人，瘋狂撕咬。大壮魂都嚇掉了，連忙冲过去把狗狗拉開。這下他們可闖了大禍。狗狗雖然戴着嘴套，沒人受傷，但白衣人可是迪拜的土豪，一句話直接把大壯送進了派出所。然而更麻煩的還在後面，大壯假扮退伍殘疾軍人，免費住酒店，罪上加罪。他慌了，趕緊跟警察解釋，說狗狗是戰功赫赫的軍犬，只是誤把迪拜土豪當成了敵人。但警察懶得聽他囉嗦，讓他老實待着，等候發落。熬到第二天早上，大壯迷迷糊糊被叫醒，有人告訴他說他可以走了。大壯雖然搞不清楚情況，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？一人一狗趕緊上路。到了中午，他們在海邊休息，狗狗知道自己犯了錯，乖乖地趴在大壯身邊。大壯覺得這樣下去不是個辦法，於是他和狗狗約定，要是狗狗接下來不搞事情，那麼等葬禮結束，他就申請領養狗狗。狗狗何嘗不想過上平靜的生活呢？他果斷答應，和大壯握手為盟。吃飽喝足，他們繼續出發。然而到了晚上，沿路下起了暴雨，狗狗被閃電嚇得縮在車裡，大壯也有些心煩意亂。禍不單行，車子一陣怪響，熄火了。大壯趕緊下車檢查，卻發現問題很嚴重。回到車上，手機也沒有信號，走投無路了。他們只能冒雨出去尋找幫助。他們來到一間廢棄倉庫，大壯在雜物堆裡翻出一個電話，他激動地湊到耳邊，果然根本沒有聲音。大壯失望極了，拉着狗狗準備離開。突然，外面一聲炸雷，嚇得大壯一激靈，狗狗的反應則更加劇烈。轟鳴的雷聲讓他以為自己身處戰場，狗狗狂躁地咆哮起來，四處尋找着敵人的蹤影。大壯連忙安慰狗狗，冷靜一點，這只是雷聲。但狗狗卻越來越激動，直接竄起來咬了大壯一口。大壯崩潰了，他甩掉背包，怒視着狗狗的懦弱。狗狗從未見過大壯這樣，被嚇得呆住了。見狗狗安靜下來，大壯轉身走到外面，任由冰冷的雨水澆在自己身上。狗狗忘不了戰爭留下的傷痛，他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？看着大壯無助的背影，狗狗的眼神裡充滿了自責和內疚。清晨，大壯帶狗狗來到路邊，想攔一輛順風車，但根本沒人敢載他們。無奈，他們只能徒步前往葬禮現場。一上午，他們走了20多公里，狗狗實在是走不動了，它癱坐在地，然後順勢一躺，不管大壯怎麼哄都不起來。沒辦法，大壯只得扛起狗狗繼續趕路。不知走了多久，他們趕在葬禮結束前到達了現場。大壯為狗狗穿戴好裝備，牽着它緩緩走向主人的墳墓。剛看到主人的遺照，狗狗就想衝過去，可大壯趕緊拉住它，讓它先冷靜。等狗狗平復好心情，大壯才鬆開繩索。狗狗走上前，乖乖地趴在主人的鞋子上。作為軍犬，它知道主人已經永遠地離開了，但殘留的氣息卻讓它感受到了久違的平靜與安寧。狗狗雖然不捨，但葬禮終要結束。由於是軍犬，它並不能和主人的父母生活，狗狗必須離開。大壯決定先帶它去修車。然而在修車廠，長官突然打來電話，讓大壯把狗狗送回軍營實施安樂死。大壯說狗狗已經變了，可以過上普通的生活，但長官不相信，讓大壯馬上執行命令。來到軍營，大壯依依不捨地和狗狗告別。他心裡清楚，狗狗並沒有做錯什麼，只是軍隊不再需要他了。他親手為狗狗套上鎖套，任由士兵把它帶走，不敢再多看一眼。然而就在大壯離開時，身後的狗狗卻瘋狂掙扎起來，衝着大壯不斷地吼叫着。歷經磨難，他已經把大壯當成了自己的夥伴。狗狗雖然不畏懼死亡，但他真的害怕孤單。大壯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？於是，一向遵守紀律的他，第一次違背了軍令。大壯倒車回去，帶上狗狗，緊接着一腳油門，駛向新的生活。